放兔人。从前，在远隔重洋的地方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一位漂亮的女儿，漂亮的画都画不出来。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国王宣布，谁能够接到女儿扔下来的苹果，他就把女儿嫁给谁。听到消息，王公贵族、吉普赛小伙子都聚集在一起。公主扔下来苹果，但没人能接住。有一次，来了个小伙子，公主又扔下来苹果，小伙子很顺利地接到了苹果，就好像公主直接把苹果扔给他一样。但国王对此并不满意，就这么简单就能成为他的驸马了？听着，小伙子，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能这么顺利地接到苹果，但是你还要经受一个考验。我有很多兔子，你帮我看管它们。如果你能管好兔子，那就行；如果不能，我就砍你的头。小伙子听了很忧伤，他从来没有当过放兔人，怎么会看管兔子呢？这时，突然来了一个老奶奶，她对小伙子说：“小伙子，别伤心，我给你一只哨子，你到田里时先吹哨子，你就能看到它多管用了。”小伙子很感谢老奶奶送给他哨子，他把哨子放到了口袋。兔子们被放了出来，但天知道有多少只。大门一打开，它们便四处乱跑。小伙子吹响了哨子，兔子们立刻就像士兵们一样集合列队，站得整整齐齐。国王望向窗外，这个小伙子好神奇呀，能够让兔子们这样听话。国王对女儿说：“听着，我亲爱的女儿，你打扮成一个穷女孩，带上一只背带，然后到外面向那个小伙子要一只兔子，这样晚上他赶兔子回窝就会少一只。”公主便打扮成了穷姑娘，挎上一只背带，跑到了田里。“你好，放兔人。”“上帝保佑，小姐，你为什么来这里啊？”“我不是小姐，我只是一个穷姑娘。我来是想问你，能给我一只兔子吗？”“当然可以了。”小伙子说，“如果公主殿下能吻我一下。”“我不是公主。”公主竭力否认，怕小伙子认出她。但小伙子当然知道他是谁。“好吧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吻，我就给你一只兔子。”公主考虑再三，是给还是不给呢？最终，她还是上了小伙子的当，吻了小伙子。小伙子立刻抓了一只兔子给她。公主把兔子放进了背带，动身回家。她边走边抓着兔子。还没到半路，小伙子吹响了哨子，兔子听到了哨声，从背带里跳了出来，跑回到小伙子那里。公主回到家，国王问她：“你把兔子带回来了吗？”公主看了看背带，那里当然什么都没有。公主羞愧地说：“父王，不管我怎么向他要，讨厌的小伙子都不给我。”她感到害羞，不敢和国王说她还吻了小伙子。国王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去试试。”国王扮成了一个穷人，带了一只背带，骑着驴去小伙子那里。他到了田里，对小伙子说：“上帝保佑，小伙子，你好吗？”“我很好啊。”小伙子说，“我在放兔子。”“小伙子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一只兔子。”他说，“我太穷了，还生了病，我很想吃兔肉补一补身子。”
我很乐意给你，只要你亲一下驴尾巴。国王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亲了一下驴尾巴。于是小伙子给了他一只兔子，国王把兔子放进了背带，骑上驴就往回走。但还没到半路，小伙子吹响了哨子，兔子马上跳出了背带。国王回到家，打开背带，发现根本没有兔子。公主问他：“父王，你把兔子带回来了吗？”“该死的！”他说，“他也不给我。”到了晚上，国王望向窗外，小伙子带着兔子们像士兵一样列队回来了，而且一只都没丢。好吧，小伙子，国王说，你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，你通过了考验，但是还有一个考验，你如果通过，我就不反对这桩婚事，把女儿嫁给你。现在，你给我吹牛，越多越好，直到装满一个袋子。小伙子想了想，他能撒什么谎呢？大臣们坐成一排，让小伙子坐在中间。于是小伙子开始吹牛，他想到什么就吹什么。国王说：“袋子还没满，你继续吹牛。”小伙子又吹了一个牛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当放兔人的时候，公主过来了，还吻了我一下。公主听到这儿，脸就像红玫瑰一样的红了，她羞愧的不知如何是好。但是后来，小伙子说，国王过来了，他亲了驴。装满了，装满了，袋子装满了！国王喊道：“你别再说了，正好满了。”小伙子不再说下去了。于是，国王把公主嫁给了放兔人，他们快乐地生活着。后来，国王死后，放兔人成了国王，他的国家如此强盛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会一直繁荣富强到现在。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